別再迷信那個換血的吸血鬼療法了啊！科学家們啊，剛剛找到了血液回春的真正開關。大家好，歡迎回到宋氏新語。在硅谷的抗衰老圈子裡邊流傳着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傳說，叫吸血鬼療法。幾年前有一些美國的億萬富豪為了重返青春呢，開始嘗試一種極端的手段，把年輕人的血液呢输进自己的身体里邊這種被稱為异种共生這麼一個實驗，甚至還催生了一些備受爭議的這些初創公司比如像 Ambrosio 只要號稱花$8000吧，$8000，你就能输一升青少年的血浆。这種做法既令人反感，又充满了伦理风險最終呢是被美国 FDA 叫停了。但是它的背后確實隱藏着一個生物學的謎題，就是年輕的血液裡邊到底有什麼魔法呢？或者反過來說，衰老的血液它到底壞在哪兒？那麼2025年的11月發表在頂級期刊《幹細胞》一個重磅的研究，可能最終給這一場的這個關於血液衰老回春這個爭論能畫上一個科學的句號。那麼這個來自是西奈山伊坎醫學院的科學家告訴我們如果你想要血液年輕，不需要去吸年輕人的血而是你修好我們自己體內那個失控的垃圾處理厂就好了。我们要理解这项研究我们先認識一下主角就是造血幹細胞 HSC 如果我們把我們人體看作一個巨大的城市實際上就是嘛，血液呢就是維持這個城市運作的物流系統它輸送氧氣是吧？紅細胞抵禦外敵，比如說這個白細胞是吧？修補破損血小板，而造血幹細胞就是這座城市唯一的血液兵工廠它們呢是藏在我們的骨髓的深處源源不斷的制造所有類型的血細胞。那年輕的時候那這座兵工廠的管理者就是幹細胞，他還是比較佛系的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處於靜止狀態，只有當你身體急需的時候才醒來工作。這種摸魚呢，其實呢也是一種高等智慧為了保護珍貴的 DNA 不被磨損。那科學家發現當你老了當我們老了，這些幹細胞就變了眼眉低垂是吧？老年人的造血幹細胞它不再睡覺了它們變得異常的這種亢奮狂躁，它們拼命的空轉，但是制造出來的產物它是質量極差的，要麼就是數量不夠，要麼就是偏科這個嚴重。你比如說只生產能引起炎症的細胞，不再生產負責這種精準殺敵的淋巴細胞這就是為什麼老年人的免疫力差容易患血癌的原因。以前呢，科學家認為這是衰竭，是幹細胞老的動不了了嘛。但是這項研究呢，就給出來一個顛覆性的結論，他們不是動不了了，而是因為中毒發瘋了。這就引出我們這次核心的這個論文裡邊的核心反派，就是溶酶體，不是你們縣裡邊溶酶體在中學課本裡邊這個溶酶體呢被描述為細胞的清潔工或者垃圾桶，對吧？它肚子裡邊是裝滿了各種的酸性物質和酶把細胞產生的廢物消化掉，回收再利用。科學家驚奇地發現在衰老的造血幹細胞裡邊，這個垃圾桶並沒有壞，反而太強了。研究數據顯示老年幹細胞它的這個裡邊溶酶體酸度就 pH 值低的可怕，特別酸你可以想象成人的胃酸過多導致了嚴重的那種胃潰瘍是吧？那麼這種過度酸化不僅沒有讓這個清潔工作更高效，反而引發了一些細胞內的災難我們看一下這個微觀世界的這種連環車禍是怎麼做的第一步呢，就是垃圾是無法處理，這個圖寫得很明白細胞裡邊一些老化的線粒體就是細胞的電池乃至線粒體是吧？它壞了需要被溶酶体吃掉就叫線粒體自噬嘛。但是因為這個溶液嘛，溶酶體酸度過高，功能紊亂，它就消化不良了，然後呢就不能把这些壞電池處理乾淨。那第二步呢是劇毒的洩漏，壞掉的線粒體裡邊藏着重要的遺傳物質就是線粒體 DNA、mtDNA。因為處理失敗呢，這些 mtDNA 的從溶酶體裡邊就洩漏到了細胞質裡邊。
然後就引發了假警報，這是最致命的一步。細胞质里啊本來不應該有 DNA， 所以一旦出現啊細胞裡的侦察兵，比如說這個 CGS STING 啊，它这個通路啊，它就会誤以為你有病毒入侵了。這時候啊，幹細胞就拉響了這個防空警報啊，試圖瘋狂的分泌這個干擾素啊，就是殺毒嘛，要動起來。這時候就發生慢性自殺了。實際上並沒有病毒，這只是一場誤會。但是幹細胞啊，它深陷在自己制造的炎症風暴裡邊，長期處於應急狀態。那為了對抗這個並不存在的這個敵人啊，他們最終耗盡了元氣，就失去了再生能力，變成了我們看到的這個衰老幹細胞。所以啊，衰老的本質啊，是一場由垃圾處理不當引發的永不停歇的這種虛假炎症報警。所以我們既然找到病根啊，溶酶體它太酸了，那麼治療的思路就變得異常清晰了，給它吃點抗酸藥。所以科學家就鎖定了一個溶酶體表面的一個阀門，叫 VAT phase 啊，就质子泵。那麼這個泵啊，它工作是太賣力了啊，把太多的酸泵進了溶酶體。研究团队呢使用了一種叫康卡霉素 A 的化合物呢，這個東西呢就像一個精準的調光旋鈕一樣，它並沒有殺死細胞，而是輕輕的抑制了那個質子泵，然後泵酸東西的，把溶酶體的酸度調回到正常水平了。所以當溶酶體啊不再那麼酸的時候呢，它就重新学會了如何正確的處理壞掉的這個線粒體，線粒體 DNA 也不再洩露，細胞質內這個病毒警報也就解除了，炎症就消失了。所以那些原本狂躁衰老的幹細胞突然冷靜下來了，重新回到了年輕時候這個靜止狀態或者躺平狀態啊。所以當科學家把這些清洗過的老年幹細胞重新移植到小鼠體內的時候，數據是令人震驚的呀，他們的造血再生能力提高了整整8倍，而甚至原來因為衰老而喪失的这個淋巴細胞生成能力也完全恢復了。這就意味着這些幹細胞真的是返老還童了。所以講到這兒，我們可以回頭再看看開頭提到的這個換血療法啊。之前這個異種共生這個實驗之所以能觀察到一點效果，可能並不是因為年輕人血液裡邊有神藥，而是年輕血液裡邊稀釋了老年體內的那些炎症因子，暫時呢讓幹細胞喘了口氣。但是這個是治標不治本的。如果你不解決這個幹細胞內部的這個垃圾桶問題，炎症很快會捲土重來。而這項研究它指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更靠譜的這個臨床的道路——體外重編程。所以未來的抗衰老治療可能不需要你去買年輕人的血液，流程是這樣的：醫生呢抽取你一點骨髓或者血液，在實驗室裡邊分離出你的造血幹細胞，用這種特定的抑制劑藥物呢浸泡你的幹細胞，它們調節這個溶酶體的酸度，清除你細胞裡邊這個炎症這些垃圾，讓它們重置到年輕的狀態。然後把這些煥然一新的幹細胞重新输回你的體內，所以這個就比吃藥更安全因為藥物是不需要進入人體全身循環，避免了副作用，所以這個比一體輸血更靠譜用的是你自己的細胞，不會有排斥反應。所以這篇論文最打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改變了我們對我們自己生命的看法，就是長久以來我們認為衰老就像車輪磨損是不可逆的物理損耗。但現在的生物學告訴我們什麼呢？衰老更像我們電腦系統的這個軟件故障是因為後台運行了太多的錯誤程序，比如剛才說那個錯誤報警的病毒是吧，導致了系統卡頓。那我們電腦可以實在不行了裝一下，但是你的人生只有一次是吧？所以只要我們找到那個代碼裡的 bug 就是溶酶体過酸，按一下修復鍵，系統依然可以流暢的運行。那當然，我們雖然從老鼠的實驗到人類的臨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至少我們現在知道了與其我们向外尋找年輕人的血液，不如向內清理我們細胞裡的這個垃圾，保持我們微觀世界的清潔和寧靜，也許就是長壽的終極奧義。當然了，
你活的歲數大的，滿腦子齷齪，那也是浪費生命，好吧？這就是今天的這個關於血液療法的介紹，謝謝大家收看，希望大家都是個孩子，再會，拜拜。